在寒冬腊月，我历经艰难，乘坐2趟公交和3趟地铁，来到了金圈大佬的住处。我的玩鬼爹竟然将我抵债给了他。当我到达时，大佬二话不说，粗暴地撕开了我身上的一层层衣物，先是棉裤、绒裤、毛裤，接着是那一层层秋裤，然后又撕开了棉袄、毛衣、绒衣和保暖衣。金轮毛裤在黑暗中噼里啪啦地放着静电，那微弱的光芒照亮了他冷峻的侧脸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仿佛在说：“8包米都没你这么费劲。闺女啊，这钱爸实在是没办法还了，爸给你找了个不错的地方呢。”顾老六蹲在墙角，2只手缩进大衣的袖子里，使劲擤了一把鼻涕。顾老六，你竟然要把我卖了！我紧紧裹着大棉袄和2棉裤，气得抬脚就往他身上踹了一脚。这哪叫卖啊！我跟你说，南哥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佬，能呼风唤雨呢。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冻僵的鼻子吸溜吸溜直响。多少女人巴巴的贴上去，他都看不上，偏偏就看上你了。这可是你几辈子才修来的福分啊！这福分你要是不要，那可就可惜了。我叉着腰冲他破口大骂：“我要啊！现在立马就能钻他被窝去！”顾老六又把袖子往上揣了揣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闺女啊，你就别跟爸犟了，这大冷天的，咱爷俩要是不饿死，就得冻死了。”说完又加了一句：“最起码他家有暖和的暖气啊！”寒冬腊月的寒风呼呼地吹着，我的脑门都被吹得生疼。室外无度零下20度，室内无度却比室外还低1度，只有零下21度。我跟我这视玩如命的爹穷的呀，别说交暖气费了，就连窗户都被追债的给砸了个稀巴烂。对于我们这种靠浑身发抖来取暖的人来说，暖气简直就像是有着致命吸引力的宝藏。看到我有些犹豫，顾老六又从他那狗皮帽子里翻出2张红色的钞票，扔给了我：“省着点花，人家正等着你呢，赶紧收拾收拾过去吧。”收拾个啥呀？咱这家里还剩下啥呀？都被那些追债的搬得跟毛坯房似的了，身上唯一剩下的几件衣服都还穿在身上呢。我气得在他身上乱翻，想看看他还有没有藏着私房钱。还有吗？顾老六摊开双手，一脸破罐子破摔的模样。真没了？你跟着南哥还怕没机会赚钱吗？人家随便动动手指头都比咱腰粗呢。你机灵点，多赚点钱。要是他对你不好，你就拿着钱赶紧跑路。我把200块钱揣进兜里，琢磨了一下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我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，跟着这样的大佬，总比在这毛坯房里被冻死要强吧。还有啊，你这脾气可得收一收，那张嘴能不说话就别说话。顾老六不放心，又叮嘱我道：“实在没办法，能吵吵就别动手。”哎呀，知道啦知道啦。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又看向他：“那你怎么办呀？”顾老六把军大衣紧了紧，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没事，爸有的是办法。等会犯点事，去看守所待几天就行，那边还管吃管住呢。”顾老六给了我一个地址，那是市区最豪华的别墅区。我倒是经常听我那试玩的爹提起这个南哥，南家可是家业庞大，天上要是掉下个钢镚，那都得姓南。现在当家的是长子南宫羽，听说他年纪不大，却做事坚决决断，是个能一手遮天的厉害人物。可从我们这郊区的贫民窟到富人区，打车费竟然要100多块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在这数9寒天里，我硬是一路吭哧吭哧的倒了3趟地铁，2趟公交，还骑了共享单车才赶到。好不容易到了，却在别墅区里迷了路。保安看着我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还以为我是个小偷，非要报警抓我。我硬着头皮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：“南哥，我是顾老六的闺女，我在你家这迷路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，还带着些许磁性：“你现在在哪里呢？”我抬头看了看周围，我在一棵大树下面。后来才发现，我说这句话简直就是废话，因为整个别墅区到处都是树，你就站在原地别动啊！怎么听着他像是在骂人呢？等了大概2、3分钟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顾一。”我回头一看，就看到一个身材高挑、腿长的男人，穿着黑色的毛呢大衣，浓眉大眼，高挺的鼻梁，一双细长的锐凤眼微微上挑，浑身散发着一股荷尔蒙的气息。哎呀呀，这可是我这种土包子能觊觎的吗？我跟着他，怎么感觉他才像是来抵债的那个呢？南宫羽带我进了屋，我顿时感觉自己像是活过来了一样。妈的，有暖气就是好啊，暖和的我都想哭了。我换鞋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我脚上的大红色袜子，愣了一下，又看了我一眼，要不要去洗个澡呀？他的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。不用不用，嘿嘿。我摘下头上的帽子，摘掉耳包，解开口罩和围脖，然后直接往床上一躺，毕竟我也挺着急的，这么好的待遇我可不能错过。来吧，哥。他抬手关掉了卧室的灯，只留下一盏暗黄的壁灯。啧，大哥还挺有品味的。接着他走到床边，先是帮我脱掉了长长的棉袄，又脱掉了里面的毛衣，然后愣住了，接着又撕开了我的棉马甲，还有里面的保暖衣，最后露出了里面的大红色秋衣。秋衣上还印着2条金色的大鲤鱼。他看着我的红秋衣，眼神变得有些复杂。那个，我今年本命年，嘿嘿。我赶紧解释道。继续吧，哥。大哥硬着头皮又撕开了我的棉裤、绒裤，还有一层毛裤。毛裤是金轮的，噼里啪啦的闪着静电火花，在黑暗中，那火花将他冷峻的侧脸映照得更加迷人了。毛裤脱完后，露出了我的红秋裤。
他望着我的本命年套装，眉头紧锁。顾一，你到底穿了多少衣服啊？俄罗斯套娃都没你这么能套。我尴尬地陪笑着，嘿嘿，天太冷了，我体质寒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8包米都没你这么费劲。他盯着我的红秋衣秋裤，手停在了半空中，犹豫了好一会儿，他开口说道：“要不，你先去洗个澡吧，让我一个人缓一缓。”好嘞，哥，那你准备准备。我一蹦一跳地进了浴室。不得不说，有钱人的世界就是不一样啊！浴室比市区最贵的澡堂子还要豪华，就是少了个搓澡巾。我在浴室里又泡又搓，恨不得把自己搓得能发光。洗完澡后，我又穿上了自己的秋衣秋裤。哥，我洗完了。我直接躺回了床上。他看着我的红色战袍，沉思了许久。我也去洗个澡吧。南宫羽走进浴室，那模样尽显心事重重。我则躺在他那宽达2米的大床上，仿佛置身梦境之中。这床既大又软，真丝床单光滑的让人惬意无比。我忍不住在床上打了个滚，干燥的脚后跟一不小心就勾住了真丝床单，扯出了丝。靠！我这粗人果然享受不了这般精致的东西。屋里的暖气开得很足，没过几分钟，我一沾枕头就进入了梦乡。我家那破房子到处漏风，这几日本就没睡好，所以这一觉睡得格外舒服。梦中，我躺在一个有着8块腹肌的猛男怀里，手也不自觉地在他身上游走。后来是被南宫羽叫醒的。顾一，你要睡到什么时候？妈呀，我一觉都快到11点了，我昨天就这么睡过去了。他昨天洗完澡在哪睡的？大佬穿着一身黑色的居家服，我忍不住多瞧了几眼。他站在床前，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，起来吃饭。我迅速一个鲤鱼打挺起身下床，这才发现他竟然准备了一桌子的早饭。我有些懵，有种大佬在给我抵债的错觉。南宫羽抬眼瞧了我一眼，视线又落在了我的红秋衣秋裤上，他似乎还挺喜欢。他叹了口气，吃饭吧。哦好，我下来听话，埋头就开始干饭。不得不说，有钱人的饭就是香。我风卷残云般一顿猛吃，直到撑得不行。刚吃完饭，门铃就响了。南总，我是品牌的店经理。接着几个奢侈品柜姐开始往客厅里搬着一排排的衣服鞋子。我目瞪口呆。南宫羽转头吩咐我挑自己喜欢的。这场景怎么跟言情小说里似的？南大佬果然是霸总本总，就是大气。几个柜姐看着我身上的红色套装，都愣住了，但很快又恢复了职业微笑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就像一个移动的试衣架，只要大佬一点头，他们就立马刷屏。最后从内衣睡衣到各种鞋子，里里外外把衣柜都填满了。我累得不行，换上最后一件新衣服时，却无意间听到了2个柜姐的窃窃私语。天哪，大佬就是不一样，这口味果然独特。啧啧，红秋衣秋裤，这是最新的情趣搭配吗？然后我的红色套装被男大佬扔了，他说看着眼晕。我对着镜子看着自己，不禁感叹：妈的，我怎么这么美？果然人靠衣装马靠鞍。南宫羽换了一套墨绿色的西装，不愧是霸总，一年四季都是西装不离身。余光扫过他的大长腿和小翘臀，我昨天怎么就睡着了呢？我整理好自己，南宫羽带我回到了南家老宅。南家老一辈中还健在的就只有一位祖母了。老太太看到自己的大孙子回来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奶奶，孙媳妇给您带来了，您满意吗？看到他身旁的我后，他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哎呦，满意满意，这闺女长得可真俊啊。老太太拉着我的手，嘘寒问暖了好一阵。怪不得给你安排那么多相亲，你都不去，原来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老太太瞪了他一眼，又对我说：姑娘，你可是小燕第一个带回家的女孩。连一旁的管家都感慨道：少爷好久都没这么笑过了。不是吧，你们金氏就没别的话可说了吗？这台词怎么都这么熟悉？南宫羽嘴角微微上扬，低声对我说：嘴甜点，多哄哄老人家。那我可得拿出金丝雀的乖巧样来。老太太拉着我，越看越喜欢。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了？我挂上乖巧甜美的笑容。奶奶，我叫顾一，今年22岁，马上就要毕业了。家里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她又问。我的妈妈很早就离开了我。我可怜巴巴地挤出2滴眼泪，讲述着我的悲惨身世。是我爸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。老太太也不禁心疼起来。哎呦，跟小燕一样，可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呀。现在你父亲怎么样呀？有时间的话一起聚聚，让我也见见。一提我那爹，我脑子顿时一懵。那个，他比较忙，可能没时间。哦，那令尊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我想了想，组织了一下语言，他是在监狱系统工作的。哦，那挺好啊，有编制，是个稳定的工作。呵呵，是呢，还管吃管住。我爹这话题过去后，老太太又好奇地问我：奶奶看你年纪还小，你跟小燕打算怎么办呀？我一本正经的胡编乱造道：我和南宫羽商量好了，毕业后就给您生6个大曾孙，让您开心开心。哎呀，这姑娘真好啊！老太太一听6个大曾孙，眼里都闪着光。妈呀，6个大孙子，我可要多活几年。南宫羽默默地看了我一眼，眉头紧皱，没有说话。
老太太乐得走起路来都带风，吩咐管家要给南宫羽夹几个菜，端上桌一看，全是腰子套餐。你多补补，上班本来就好洋气。奶奶嘱咐着他，不停地给他夹着腰子。再说，你还比顾一大几岁，身体肯定不如他。南宫羽望着眼前的腰花、腰片、腰子汤，一脸生无可恋。快吃！老太太恨不得亲自把腰子塞到他嘴里，直到他全部吃光，老太太才满意的点点头，吩咐我们吃完就走吧，回家办正事去。南宫羽似是补得有些过头，那眼中仿佛都要迸射出火星来。一踏入家门，他便如同受惊的兔子般窜进卧室，冲了个澡。待他出来时，身上紧套着一条松垮垮的睡裤，那模样显得格外不羁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犹如双开门的身材，喉咙不由自主地滚动了一下，感觉自己的身体也开始燥热起来。视线交汇的那一瞬间，仿佛那晚穿着带静电毛裤时噼里啪啦地闪烁着火星。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，仿佛从喉咙深处挤出一般。顾一，你自己点的火就得自己灭。说罢，他突然一个箭步上前，将我紧紧地压在门上，紧接着便是一个霸道至极的吻。妈的，这吻可真够霸道的！我内心不禁暗暗窃喜，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。是你自己吃了太多腰子，我被他吻得气喘吁吁。那6个大增增的粉又是谁画的？是我行了吧？别闹了。此刻我们都正值年轻气盛，我心中的欲望也渐渐升腾起来。我的手不自觉地在他身上游走，他的身体滚烫，微微泛着红晕，脑门上还挂着一层薄薄的汗珠。哥，你紧张啊？南宫羽垂下那泛红的眸子。顾一，叫我的名字。南宫羽，你紧张？我再次试探道。不紧张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。不紧张？难道是虚的？不应该啊。我将手挪到他的腰间，轻轻扯下他身下唯一的遮挡物。就在这时，奇迹的时刻降临了。我余光偷偷瞥了一眼，南大佬果然财大气粗。南宫羽眼中燃起熊熊烈火，直接上手扯开我的衣服。今天我穿的少，他不再像上次那样费力的像剥洋葱一样。很快我们便滚落到了床上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他便隐忍着沙哑着声音说道：顾一，我要忍不住了。紧接着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有些懵了，这才多久啊？能有3分钟吗？我躺在床上开始怀疑人生。感情小说里都是骗人的，什么霸总一夜7次，决战到天亮，全都是胡扯。果然这世上就没有完美的男人。算了，我不过是个抵债的金丝雀，还奢求什么呢？中看不中用就中看不中用吧，等哪天腻了给我一笔分手费，我去点10个男模抚慰一下自己。我翻了个身准备睡觉。南宫羽靠在床头点燃一根烟，心事重重。他一手夹着烟，一手低头转着打火机，那修长的手指，侧脸那轮廓分明的线条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养眼，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我不由得暗暗腹诽：妈呀，就捅咕了这么2下，还整个事后烟，你抽这根烟的时间都比那时间长。安静的氛围中，他突然开口说道：顾一，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。他似乎有些欲言又止。他犹豫了几秒，艰难地开口道：我是第一次。就是第一次嘛，可能都比较。你说你还是处？我惊得差点下巴嘟掉了。不是吧？我这是遇到了一个纯情霸总。这，我是不是捡到宝了？没关系，3分钟已经很好了。我安慰着他，他的脸色却一下子暗了下来。不许提3分钟啊，还挺玻璃心的。他从背后抱住我，亲了亲我的耳后。再来一次，来就来。我是真的想给他机会，可突然我却发现情况有些不妙。斯密马赛，我好像大姨妈来了。深更半夜，南大佬苦着脸从床上爬起来，给我去买姨妈巾了。之后他又一个人冷着脸蹲在卫生间洗内裤，仿佛我才是他的金主。我这人的睡眠质量极好，一沾枕头就进入梦乡，只隐隐约约听到他半夜频繁进出卫生间的声音。就他这尿频的速度，着实让人担忧。有些人看似身强力壮，实则内里早已空虚。哎，真是可惜了。这几天大佬似乎格外狂躁，姨妈什么时候走？5到7天。我捂着肚子，脑袋嗡嗡作响。这玩意儿还要多久能好？他指着砂锅里的红枣桂圆汤。180秒。南大佬的情绪变得更加狂躁。顾一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不是吧？这也能让他破防？这几天大佬的脾气极差，路过的狗都得挨他2巴掌。当晚我换好睡衣躺在床上，南宫羽的目光落在我的清凉小吊带上。谁让你穿这件的？我大姨妈来了，他大姨夫也跟着来了吗？谁让我们现在处于他的掌控之下呢？不得不低头。我转身又换了一件，他却皱着眉头，一脸不悦。这个怎么露这么多？还是蕾丝的？不是大哥，这不都是你挑的吗？那天刷卡的时候他挺帅的，转头就变成这副死样子了。他望着我，叹了口气：顾一，你还是穿上你的红秋衣秋裤吧。我的本命年套装不是早就被你扔了吗？我无语地提醒他，这口味真是一天一个样，真难伺候。我眼看着局势不太妙，想着得赶紧弄点钱。第2天
大佬带我去买衣服了。路过几家高奢珠宝店，他又问道：“有喜欢的吗？”我连忙拉住他：“买黄金的，我喜欢金子。”我转头走进金店，挑了一条最重的金链子，就这个了。这玩意儿要是转手卖掉，能卖不少钱呢。南宫羽望着那沉甸甸、金灿灿的链子，眉头皱得越来越深。顾一，用不用再给你买个貂？我一听大喜，嘿，那感情好，那玩意儿可抗冻了。我美滋滋的整理着一堆新衣服和金链子，你就不能送我点什么？南大佬有些不满，你没给我钱啊？哪个霸总不是随手摔给一张180万的卡让随便刷的？我到现在1分钱都没挣到。顾一，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你爸欠了我20万。南宫羽慢悠悠地提醒我，又补充道：花我的钱送我，那也叫送。我没钱，他一件衣服，我就是把腰子挖了都不一定买得起。大佬似乎有些不开心，我算了算，最便宜的裤衩子都要好几千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我思前想后，最后在拼夕夕上给他拼了一条山寨的红裤衩子，9块9一条，还有礼盒包装，挺不错的。送给南宫羽时，他很意外，感动之余又有些疑惑。这时我认真地解释道：这是他家的新年款，招财辟邪，特地给你挑的。他看起来很嫌弃，连试都没试。我开启了那索然无味的金丝雀般的生活。顾老六在看守所待了没几天就被放了出来，担心他受冻，我把前些天买的金链子给了他，赶紧找个地方把这东西卖了换成钱，不然等我玩完回来就剁了你的手，信不信？顾一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我才是你老子！顾老六气得破口大骂，掂了掂手里的金链子，就这么点玩意儿，南宫羽没给你个几百万，我他娘的是替你来抵债的，又不是他包养的情妇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忍不住吐槽道：南宫羽这混蛋也太抠门了，到现在1毛钱都没给我。听说南大佬养女人了，金圈名媛聚会还特意邀请了我去参加这个聚会，竟然还得骑着共享单车去，幸亏我买的貂皮大衣抗风。所谓的名媛聚会，说白了就是有钱女人的炫富大会。作为大佬的女人，这些人自然都给我几分面子，只是有个叫冉冉的，据说和南宫羽是青梅竹马，时不时就朝我翻白眼。这可是限量版的爱马仕，有些乡巴佬没见过吧？说着又白了我一眼。嘿，我这火爆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哎呦，我们确实不懂，老妹，艾律师最近在招柜姐呢，你这么懂行，还这么会翻白眼，那可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周围的人一阵窃笑，有个姐姐突然看着我的衣服说：哎呦，顾一，你身上穿的好像是某个大牌的限定款啊，这还没上市呢，就先被你穿上了，南大佬可真是太宠你了。随即引来几声附和之声，甚至有人打趣道：冉冉，你的南宫羽哥哥没给你买吗？我这才明白过来，这个小绿茶平时肯定没少遭人讨厌，他气得直咬牙，斜睨着我，穿成这样，指不定是想勾引哪个男人呢。我这人在嘴上可从来没输过，我撩了撩头发，微微一笑，勾引你爹，给你当后妈。小绿茶气得要过来撕我的头发。这些年我见过的流氓混混多了，学的最多的就是防身术。我直接一个反手就抓住了他的手腕，跟谁在这比比划划的呢？小嘴巴跟抹了辣椒油似的。小绿茶疼得直叫唤，众人一阵哄笑。小绿茶恼羞成怒，说着他竟然像个戏精一样哭了起来。你们都欺负我，顾一，我怕了你还不行？我一脸无奈，怪不得他这么招人烦呢。我摆摆手无所谓的说，我打了狂犬疫苗了，我才不怕你。小绿茶气得指着我，话都说不利索了。顾一，你南宫羽哥哥怎么会喜欢你这种没教养的人？哼，他给我几个钱还想要我有教养，有教养那可是得另外加钱的。小绿茶消停了，又开始装模作样，优雅的朝服务生招了招手，来一份顶级鹅肝。我学着他翻了个白眼，来份锅包肉。小绿茶慢悠悠的提醒我，姐姐，这里是高档餐厅，不做你那种平民吃的东西。哎呦，我这暴脾气又控制不住了，怎么着，锅包肉惹着你全家了？你们这大饭店还搞歧视呢？一旁的服务员吓得连忙解释，大嫂您别生气，我们能做，肯定能做。服务员再三保证，什么锅包肉、酸菜大骨头、小鸡炖蘑菇、土豆泥茄子，连冻梨都有。南哥特意吩咐了，说嫂子就喜欢这些。名媛群里有人突然出声，哎呀，老妹儿，你是东北的呀？我刚从东北滑雪回来，可馋锅包肉了。接下来我们几个人甩开腮帮子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小绿茶默默地在角落咽口水，还一边插着2块指甲盖大小的鹅肝，装模作样。酒过3巡，名媛圈的几个姐妹已经开始和我称兄道弟了。故意别听那个小绿茶瞎嚷嚷，她平时就爱装模作样，还说和南宫羽是青梅竹马，也就他家和南家有点交情罢了，两家想撮合。你家大佬可看不上他这样的。就是，谁不知道南宫羽是18岁才被接回南家的，跟他哪有什么青梅竹马的关系？我一时震惊，那南宫羽之前不在南家，这你都不知道啊？听说南宫羽小时候和他妈出去玩的时候被人拐走了，到18岁的时候才被找回来。听说南宫羽以前过得可苦了，这一回到南家，直接就继承了100亿财产。原来南大佬的身世这么曲折，妈的，100亿财产怎么就没落到我头上呢？再一想，他都有100亿了，1毛钱都不给我。有个小姐妹给我出主意，哎呀，女人会撒娇，男人给买包包，你撒个娇。
男大佬不得甩个百万千万的。我一脸茫然，怎么撒娇？他教我，很简单，你喊他哥哥，夹着嗓子喊哥哥，哪个男人都受不了。你试试。于是我试着喊了一句哥哥，众人都愣住了。顾一，你还是别撒娇了，怪吓人的。妈的，好气啊！我的夹子音不够夹吗？说着说着，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床上。有人戳了戳我，哎，顾一，男大佬在床上什么样啊？看着就挺猛的样子。或许是喝了几两酒，我伸出3根手指，叹了口气，别提了，中看不中用。众人震惊，哇靠，不会吧？男大佬看着挺厉害的。我摆了摆手，3分钟都不到，这还是加了腰子套餐的效果。唉，3分钟这3个字现在都不能提。我在心里默默为自己抹了一把辛酸泪。天哪，顾一，年纪轻轻，真是委屈你了。那能怎么办？凑合着过吧。话还没说完，扭头突然看见南宫羽正阴沉着脸盯着我，我心里一慌，不是吧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他都听到什么了？南宫羽哥哥，你终于是来了呀！小绿茶用那尖细的嗓音唤了他一声。南宫羽压根就没抬眼，冷冷地吐出一句：“给我闭嘴！”没工夫搭理你这茬。接着我就被他给拽了回去。顾一，你可真行啊，到处跟别人宣扬我那3分钟的事儿。他看着我的眼神，仿佛恨不得将我给撕了。我真没到处说，就只是在小圈子里提了提。他压根儿不听我废话，直接把我扔到了床上，开始动手找衣服。大姨妈刚走就这么浪是吧？等会儿可别哭鼻子。嘿，这小东西口气还真大，来就来，我倒要瞧瞧他到底能厉害多久。随后我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褪去了身上的衣物，正要开始之际，他突然皱起了眉头，一脸的为难。顾一，好像有点不对劲。不是吧大哥，裤子都脱了你跟我说有问题，我都快被欲火给烧迷糊了。他这时候居然说有问题，我不甘心，伸手摸了他一把，这不挺精神的吗？后来余光一扫，这才发现好像真的不对劲，这颜色好像不太对劲儿。南宫羽，你是不是在外面瞎搞了？他气急败坏地吼道，谁瞎搞了？就跟你有过那么一次。我跟你说过，跟你之前我可是个处男。我脑袋嗡嗡的，上网一查更慌了，网上说这像是得了癌症，家人们谁能理解啊？大半夜的，我陪着他去医院挂急诊，大佬住院，把各科主任都给惊动了。我陪他折腾了一整晚，验血、验尿、做彩超、做 CT， 再加上做核磁，最后结果出来，一切都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。第3天，医院各科主任来了个联合会诊，有的怀疑这儿，有的怀疑那儿，最严重的竟然说要把那玩意儿给切掉。没关系，我们还能做姐妹呢。给我闭嘴！我努力安慰他，可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。南宫羽靠在病床上，耷拉着眼皮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，手里把玩着打火机。这一幕怎么就那么似曾相识呢？这只手，这个动作，这张表情。武床家属，我可能猜到你先生病症的源头了。思绪突然被打断，门口来了个据说经验十分丰富的男科医生。就是你最近是不是涂了防水口红？我涂口红跟这有啥关系？哎呀，就是你是不是涂着口红帮他？愣了几秒，我才明白医生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没有，真没有，总共就3分钟，我哪有时间瞎搞啊？医生也有点懵了。那一切正常，不是染色的话，那是……等等，染色！我突然灵光一闪，一个箭步冲到了南宫羽的病床前。你是不是偷偷穿了我给你买的红裤衩？南宫羽懒洋洋的抬头，嘴却硬得很，没穿，那么丑谁会穿？那你发誓你没穿？我不发。行吧，看来是背地里偷偷穿了。那个，我跟你说件事。我小心翼翼的努力组织着语言，就是你那个应该是裤衩掉色给染的。顾一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说那是某大牌的新年限定款吗？南大佬都快疯了，是在拼夕夕9块9买的。他咬了咬牙，等回家再收拾你。大佬此刻十分狂躁，我在心里默默为自己点了一首哀伤的曲子。回到家，他先一头扎进浴室，给自己洗了个干干净净。我坐在床上，默默地为自己忏悔着，希望明天的新闻不会出现男大佬穿红裤衩掉色紧急住院这样的标题。我发誓，哪怕就3秒，我都不会再笑话他了。他本事不够，我还有演技来凑呢。所以，当他刚凑近我时，我学着小电影里的演员啊了一声。他盯着我，冷笑一声，叫早了。接下来，他用了不知道多少个3分钟来洗刷自己的耻辱，这下可把我给看傻眼了。不是吧？这，他偷偷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吗？一轮结束，我瘫软在床上，在这圣贤时刻，我无力地伸出手，南宫羽，给我来根事后烟。他抬手就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，还想学抽烟，他直接压了过来，语气中带着危险，目光中闪烁着炽热。顾一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我什么才开始？到处跟别人说我不行，给我买9块9的裤衩子。完了，他卯足了劲儿，开始翻起旧账。接下来就是他单方面的疯狂发泄，我单方面的跪地求饶。我祖宗大爷似的求着他，差一点就喊他爸爸了。顾一，再求我一次。他凑在我耳边，声音低沉而沙哑。哥哥，
我错了，求你了。他勾起一抹坏笑，打趣我道：“宝贝，你这不挺会撒娇的吗？”妈的，我的脸都丢尽了。后来我求了一次又一次。次日清晨醒来，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，感觉比生产队的驴还要疲惫。那个可恶的男人分文不出，还折腾了我整整一宿，实在是忍无可忍。我必须得赶紧弄点钱，准备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趁着南宫羽去公司的空当，我在家里翻箱倒柜的找着值钱的东西。他家大业大的，我就不信找不到能换钱的东西。南宫羽家有个每天固定来打扫做饭的阿姨，我借机和她套近乎。阿姨，这家里哪些东西比较贵重呀？我以后可得注意着点。阿姨没多想，回答道：跟餐桌配套的那些椅子，听说螺丝扣是黄金做的呢，还有那盏吊灯，上面可是有钻石的。没想到有钱人的生活竟然如此低调奢华。懂了，椅子嘛，我偷偷卸几个螺丝钉，应该不会被发现。至于吊灯上的钻石，那必须得弄到手。说干就干，弄完后，我将东西装在了一条红袜子里，觉得这样比较保险。把袜子扔在沙发上，我又开始在屋里转悠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值钱的东西。转悠到南宫羽的书房，他书桌上竟然摆着几本我的专业书，这可真是奇怪，他怎么会看我专业的书呢？我没多想，继续寻找着值钱的东西。突然，我发现他桌上有一对小狮子，闪着金灿灿的光芒，我的眼睛顿时一亮，这可是纯金的呀！我刚要动手，门铃响了，南宫羽回来了。保姆做好了饭，端上了餐桌。南宫羽洗完手，刚坐上椅子，椅子突然一个不稳，散架了。他一下子坐在了地上，显得有些尴尬和懵。我心虚地解释道：可能是你最近胖了，该减肥了。他看了看自己的身材，一脸不解。我还在沙发上找我的红袜子呢，明明刚才还在这儿，怎么不见了？过来吃饭。他叫我心事重重地回到饭桌前，脑子里全是我的红袜子。阿姨，沙发上那只红色袜子你看到了吗？趁阿姨上菜的间隙，我急忙问道。阿姨解释道：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扔掉了，我看只有一只，小姐，那个袜子您还要穿吗？要的，您扔哪了？我很着急，就门口的垃圾箱啊。我连忙飞奔到门口的垃圾箱，却发现垃圾箱已经空了。我欲哭无泪。南宫羽虽然不理解我的奇怪行为，还是安慰道：没事，一只袜子而已，再买新的就好了。吃饭，可是我哪还有心情吃饭呀？平常一顿能吃3碗饭的自己，现在扒拉了2口就没胃口了。吃完饭躺在床上，心如死灰。南宫羽洗漱完，只裹了条浴巾回到床上，抱住了我。我不想来。我叹了口气，现在美色对我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。我的黄金，我的钻石啊！他见我一脸沮丧，捏住了我的脸。顾一，你是金主还是我是金主？你说不想来就不来。哦，那你来吧。我面无表情，四仰八叉的躺着。不就是一只袜子，饭也不吃了，活也不干了，明天给你买10双还不行？我无力地吐出一口气。那只袜子对我很重要，我不吃，我不喝，我就要我的红袜子。南宫羽无语地叹了口气，显得很烦躁。于是深更半夜，霸总一个电话叫停了全市所有的垃圾车。公司员工半夜爬起来去替老板翻垃圾桶，找一只红袜子。无数人半夜哀嚎，真是钱难挣，屎难吃啊！几个小时后，助理打来了电话，南总找到了。小助理半夜把漂泊了半程的红袜子送了回来。是他吗？南宫羽问我。是，只是我接过一番，傻眼了，袜子里的东西呢？小助理颤颤巍巍的递上，是这些吗？我看有些脏了，给您洗了一下。你可真行啊！南宫羽盯着那些螺丝扣和钻石，愣在了那里。螺丝扣是椅子上卸的，钻石呢？吊灯上抠的。顾一，你可真是个奇人。南大佬又开始狂躁了。谁让你不给我钱？我参加个名媛会都要蹬共享单车去，我要穷死了。我看你是想拿了钱跑路。他直接戳穿了我。才没有。我心里有些心虚，反正我就要钱。行。他转头甩给我一张卡，这个卡每个月有1000万的额度。1000万。我拿在手里，感觉卡都在发光。这是信用卡。怎么？没事，谢谢金主爸爸吗？他似乎猜到了我心里在打什么小算盘。顾一，你跑到天涯海角我都能把你逮回来，那你什么时候放我走？等我睡够了再说。你什么时候能睡够？反正现在还没够。我真搞不懂他怎么这么迷恋我。南宫羽，我知道我长得确实挺有魅力的，你控制不住爱上我也在所难免，但你也别被我的美貌迷昏了头脑。他嫌我太啰嗦，我还没说完就被他堵住了嘴。你干嘛？你说呢？他在我耳边低笑一声，不是说我该减肥了吗？那正好运动一下。接下来又是一个运动量超大的夜晚。第二天，我揉着酸疼的腰，心里只想能不能给他下点药，让他消停几天。这刚尝到甜头的老光棍也太吓人了。这几天我的状态基本就是晚上泪眼汪汪，白天懒洋洋。临近毕业，我还要忙着修改论文，看着一片片的查重率，我对着电脑都快失去希望了。哪怕美色在旁，我也依然不为所动。这么改？南大佬3两下就给我理清了思路。你怎么会？
我大为震惊。很难吗？他挑了挑眉。行，你厉害。他一手揽过我的腰，低头问我，是不是该办正事了？什么正事？睡觉。这一觉睡得我忍不住哀嚎起来。南宫羽，你能不能节制点？我年纪轻轻的，为什么要节制？我要累死了。你就喊2嗓子，能累成这样？一觉醒来，已然日上3竿。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，仿佛听到有人来了。听冉冉讲，你找了个玩鬼的女儿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从那语气听来，应该是南宫羽的父亲。你小声点，他有起床气，别把他吵醒了。南宫羽的声音冷冰冰的。还有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那人更加生气了。南宫羽，你最好只是玩玩而已。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恨，但我始终是你的父亲。当年的事，我也很难过。南宫羽只是冷笑一声，便将那人请了出去。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靠近，我赶忙闭上眼睛。醒了啊，刚醒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他无奈的轻笑一声，听到就听到了，又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好像不太好。想到前几天听到的关于南宫羽身世的议论，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心，问道：没什么感情。南宫羽点了点头。我18岁的时候被接回南家，那时才知道，我很小的时候跟我母亲出去玩，被人拐走了。我母亲自责之下疯了，找不到我后郁郁而终。我父亲找了我3年就放弃了，他娶了新老婆，又生了一对儿女。这些年只有奶奶在坚持找我。原来竟是这样，怪不得南家老太太那天说他可怜，还对他极其疼爱。本应是天之骄子的人生，他却被人贩子偷走了18年的时光。那你以前的生活还过得好吗？以前的父母是跑大车的，对我挺好的，只是在我10多岁的时候出了车祸，我就一个人当混混，活到了18岁。混混，18岁。当我的目光落在床头的银色打火机上时，突然灵光一闪。之前看南宫羽转打火机的时候，为什么总觉得似曾相识？很多年前，我和我父亲还在东北的时候，我认识一个小混混，比我大几岁，大家都叫他小周哥。那时顾老六欠着还债，催债的经常带着一群小混混到我家要债。对那个小周哥印象深刻，一是因为他长了一张很招摇的脸，那时学校里还有不少女孩偷偷喜欢他；二是有一次他领着一群小混混到我家要债，这群人进门就翻箱倒柜的找值钱的东西，结果他打开衣柜门，我的内衣直接掉在了他脸上，他当时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，扭头骂骂咧咧的就走了。后来我经常在学校门口的那棵梧桐树下碰到他，每次见到他，他都是低着头转着打火机。那时因为我没有母亲，又很穷，总是会受到欺负。有一次他突然问我，知道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吗？我说因为我没有母亲。他反问我，我不光没有母亲，还没有父亲呢，怎么没人欺负我？顾一，因为你是个胆小鬼。他又教给我，下次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狠狠地揍他一顿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在遇到霸凌时，按照他的方法去反击。后来真的没人敢欺负我了，学校里都传顾一打人不要命。从那以后，我学会了以暴制暴，遇到欺凌再也不会隐忍。那时他逗我，小孩叫声哥哥，以后我护着你。我又羞又气，才不呢，我最讨厌你这种小混混了。我和那位小周哥本就不算很熟，只是见过几面而已。后来我跟我父亲颠沛流离，换了很多地方，与他也就没什么交集了。再后来我考上了京师的大学，就一直留在了这里。只是南宫羽的一个举动，突然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人。时间太久了，如今模模糊糊的也记不太清那个人的模样了，感觉和南宫羽很像，又不是很像。见我发呆，南宫羽问我想什么呢？感觉你好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。我坦诚地说。他微微一愣，又问喜欢的人。我连忙摇头否认，不是，也不是很熟。他哦了一声，没有再说话。算了，看来不是他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巧合的事呢？顾老六又偷偷找到我，跟我说要给我娶个后妈。闺女，还记得我们原来隔壁的那个大波浪赵姨吗？爸准备要和她结婚了。你都50多了，还想着谈黄昏恋啊？我无奈地说，再说了，人家能看得上你。那个赵姨人还不错，早年丈夫去世，自己开了个小超市，平时没少帮我们。我俩情投意合，闺女，爸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。顾老六搓了搓手，又嘿嘿笑着陪道。我想着和你赵姨把超市做大点，你看看给爸点资金支持。你现在也算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钱，你以为我挣钱容易啊？我白了他一眼，把红袜子扔给他。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爹？把顾老六打发走后，我开始准备学校的毕业典礼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南宫羽竟然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了。大佬一出现，校领导恨不得都出来迎接。毕竟南家的企业可是提升了学校很多的就业率。一番客套之后，又介绍了学院的几个骨干教授。这位是历史系的吴教授。校领导指着一个斯文的中年男人，又打趣道：今天吴教授的爱人也来了，这是吴太太。我无意间转头看到那位吴太太时，瞬间愣住了。快20年了，无论是在梦里还是现实中，那张脸虽然不再年轻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她穿着精致的套裙，挽着好看的发髻，优雅地笑着。看到我的失态，她有些不解，这位小姐怎么了？
蓝宫羽低声问我：“这位是南总的女朋友，也是我校今年的毕业生顾一。”你说什么？你叫顾一？他大惊失色，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。你父亲是不是叫顾惜？我一直对所谓的母亲守口如瓶，顾老六恨他，我亦如此。曾经我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只记得母亲貌美如花，父亲对她疼爱有加，凡事都依着她。然而就在某一天，他突然离我们而去，跟一个有钱人私奔了。从那以后，我那极为老实的父亲遭受重创，每日喝酒，还学会了玩。我也变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野孩子。依依，我是你的妈妈呀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他眼中凝满泪水。我望着他，苦笑着摇摇头。这些年你都去了哪里？依依，妈妈当年找过你，只是你和顾惜早就搬走了。他抹了把眼泪，随即对身旁的人说道：“吴健，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啊。”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细细打量着我。依依，这是你的亲生父亲。我一时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也久久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我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他，更从未想过我并非顾惜的亲生女儿。这些年来，他即便再落魄，也从未丢下过我。生活再艰难，他也供我读完了大学。我怎么可能不是他的女儿呢？蓝宫羽派人调查了许多当年的事情，最后告诉我，原来我的母亲当年与我的父亲私定终身，可吴家瞧不上他，硬是将二人拆散。可他却怀上了我。那时顾惜这个恋爱脑心甘情愿当了接盘侠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平淡而安稳。可我的母亲却心比天高，在我10多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富商，扔下我便跟人跑了。可那个富商却已有家室，跟了人家没几年便也分道扬镳了。他独自混了几年，兜兜转转遇到了我的亲生父亲。那时我的亲生父亲的妻子刚刚离世不久，两人结了婚，又生了一个儿子。多么可笑，我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顾一，吴家想认回你，我只有一个爸爸。我坐在地上抱着膝盖，只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。南宫羽将我拥入怀中。顾一，你的爸爸来了。他口中的爸爸自然是顾老六。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他直接对我说：“顾一，正好你也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了，你回自己家去吧。”你说什么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老子也替他们养了这么多年孩子，他们给了我100万。说着他又扔给我一张纸，这是断绝父女关系的说明，你签个字，以后你就别姓顾了。顾老六，我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，朝他大吼起来：“爸，你不要我了！”他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去：“别叫我爸，我不是你爸。顾一，过你的好日子去吧，我也要过我自己的日子了。”无论我如何哭闹，他还是离开了。我望着那张断绝父母关系的纸，苦涩地笑了笑。我真的成了一个没人要的孩子。这几天我拒绝了吴家所有来访的人，顾老六把我拉黑了，我也找不到他了。更让我始料未及的是，我的大姨妈迟迟没有到来。我看着验孕棒上的2道杠，顿时愣住了。先不说南宫羽能否接受这个孩子，就我自己的身份，也不可能与他有结果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还是带着孩子离开。养孩子需要花钱，我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。幸好南宫羽给的卡上钱很多，我套取了不少，又买了不少金子，然后订了南下的机票，准备去南方闯荡一番。然而我刚到机场就被人抓了回来。顾一，我说没说过，你跑到哪里我都能把你抓回来。他紧紧按住我，气得不行，要带着我的孩子去哪里？去给孩子找个后爹。我嘴硬地反驳他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他直接把我塞进车里，吩咐司机尽快出发。我看着行驶的路线不太对劲，怎么不是回家的路？要去哪里？把你卖了。他冷哼一声。直到车停在执法机构门口，我才明白他的意图。南宫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目光一沉，看向我。顾一，我说过我会保护你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多年前学校梧桐树下那个人对我说的话：小孩叫一声哥哥，以后我保护你。我终于反应过来，你就是小周哥。他无奈地笑了笑，想到了还不敢认，真笨。我还没考虑清楚。我脚步向后退去，他用力将我拉到身前。每天睡我的人，花我的钱，还把我气个半死。现在孩子都有了，我还不能有个名分吗？他不管3七21，把我推进去。10分钟后，他满意的拿着2个小红本，笑得满脸灿烂。南宫羽，这是不是你早就设计好的？你是不是很早就喜欢我了？某人心满意足了，自然也坦白从宽了。容我慢慢跟你说。从何处开始讲呢？或许得从18岁那番令人啼笑皆非的邂逅说起吧。我满脸通红，将那件沾染着梯香的内衣重新放回了原处。之后的梦境里，那件内衣的主人总是频繁出现。在校门口的那次相遇，其实是我特意在那儿等候着你。你问我为何总是低着头摆弄打火机，因为心中满是紧张与焦虑。旁人看来我不好惹，可实际上我的内心极为羞涩，我压根不知该如何与心仪的女孩搭讪。后来听闻有人在欺负你，我犹豫了许久，给你开了个玩笑，可你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常常在放学时远远地跟在你身后。你心大，一直都未曾察觉。然而你的父亲却极为精明，一眼就察觉到有个愣头青想打他宝贝女儿的主意。小五，
我闺女不可能跟你这种混混在一起的，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。确实如此，谁会喜欢一个没有父母的小混混呢？后来听说你跟着你父亲去了别的城市，没过多久，执法机构找到我，告知我找到了我的亲生父亲。哎呀，这可真是让我一头雾水。一夜之间，我从一个东北混混摇身一变成为了金圈富二代。这些年，我的亲生母亲因为我一直心怀愧疚，郁郁而终。我的奶奶这些年为了寻找我，也落下了一身的病。倒是我的亲生父亲，难过了没几年，就又娶了妻，生了子。这些年来，我努力上进，享受着最优质的物质生活，仿佛与原来的自己渐行渐远，仿佛前18年的时光就如同一场虚幻的梦境。大概在1年前吧，我在南家的一个商场开业仪式上担任兼职礼仪，再次遇到了你。之后，我查到你在这所学校上学，我买了许多你的专业书籍，只是想了解你每天都在做些什么。你父亲的眼神比你还要敏锐，即便过了这么多年，依然对那些打他宝贝女儿主意的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精心谋划已久的。顾一，你并非是没人要的野孩子，我会永远守护着你。我父亲的电话依旧是无法接通，好在南宫羽找到了我父亲即将迎娶的那位后妈赵姨。张阿姨，我爸呢？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赵姨脸上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，我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，急切地追问她：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她轻轻叹了口气，递给我一个文件袋，这里有一张100万的存折，是你的亲生父母留给七哥的，还有你之前送给他的东西，金链子、钻石都在里面，还有这个存折里是他留给你的钱。我望着存折里近期一笔笔几百几千的存款记录，这些都是他自己辛苦挣来的。你爸不再玩了，他这些钱都是通过搬货、跑外卖、送快递、当黄牛等各种方式挣来的，只要能赚钱，他什么都干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依依，别怨恨你的父亲，他也是为了你好。他说你跟着他这样一个父亲会不光彩，你认了亲生父母，生活也会好起来，也能风风光光的嫁入南家。这些他原本是嘱咐我等他离世之后找个合适的理由交给你的。他离世，他要去哪里？我的心突然猛地一慌。不是，你说的是哪一种离世？你父亲他生病了，说是尿毒症，医生说这是治不好的绝症，没必要浪费钱去治疗。他说他没有好好的将你养大，让你吃了很多苦，不想再拖累你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无所不能的吗？他的身体不是好的能一顿吃下5碗饭吗？他明明能够连续骂我1个钟头都不喘气的，他怎么会得病呢？他总说自己是祸害1000年，算命的说他能活到90岁呢，他怎么能骗我呢？我看着手中的东西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小时候有小孩欺负我，他就吓唬那小孩，说再敢欺负他的闺女，他就把人家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。我想喝 AD 钙奶，他赢了钱之后直接给我买了2箱，尽管那天我喝的太多进了医院。他经常骂我，却从未打过我，他总是嫌弃我是个累赘，却从未丢弃过我啊。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可他却将我养育至今。南宫羽，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，可他却是我最亲近的父亲啊。我蹲坐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当我找到他时，他正在送外卖的途中。顾老六，你这个骗子！我又气又急，拉着他，你跟我回去看病。没想到这个固执的家伙根本不听我的话。哎呀，是不是你赵姨跟你说什么了？这女人的嘴巴就是不牢靠，你赶紧跟我回去。不行，我这外卖超时了会扣钱的。那你别送了。不行。于是南宫羽开着迈巴赫，拉着他继续去送外卖。半路上这个人又接了一单，这单距离近，赚的还多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抢过他的手机，然后把他绑回了医院。我跟你说顾一，人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病没必要治。怎么没必要治？尿毒症是可以治好的。我气呼呼地反驳他，我们不要浪费那个钱，说什么我都不治，你就让我开开心心的走完剩下的日子不行吗？他根本不听我的劝说，你别让我在这里待着，这里比监狱还难受，我得走。他油盐不进，我既难受又生气。顾老六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当老爷了，你还得好好活着给我带孩子呢。我直接坐在地上，也开始耍起了无赖。你不治是吧？那我也不生了。他和南宫羽被我这一番操作搞得傻眼了。我不吃不喝，我要活活饿死自己，也不让肚子里的孩子出生。我瞪了他们俩一眼，瞬间化身成了苏大强，让你们俩都尝尝失去至亲的滋味。不是老婆，我是无辜的呀。南宫羽也懵了，他转身就给那个固执的老丈人跪下了。爸，我求您了，我也想当爹啊。